你全都认下了。若我说是庄世阳暗中栽赃陷害，严大人，你信吗？你可有实证？此前庄世阳因义子一案，写过一份口供证词，我已经让叔父校验过了，上面的指印与借据之上全然不同。那我辨认。你与庄寒燕离京那日，大理寺曾收到匿名举报，指认你为裴党义子，多年来暗中为裴党清洗赃款，后来更是拉上庄寒燕一同入伙，作奸犯科。我已经亲自带人去过你府上，确实在书房中搜出大量的借据，共计上千万两白银，欠债之人遍布五湖四海，而债主皆为庄寒燕一人。如今你一人认下全部罪责，恐怕还不够。你可曾按照借据上的放债日期推算过？庄寒燕当时年岁几何？她一个寄养在贫寒之地的年幼孤女，从何得来千万两白银？又哪来通天的手段将这些白银散布全国？她只是我的替死鬼，一切都是我利用她罢了。按照放债日期推算，那时你与庄寒燕相隔千里，且并未成亲，那你又是怎么将这上千万两白银放于他的名下？我与他有婚约凭证在身，以他的名义，可掩世人耳目。一派胡言！你若一开始就拿定主意让他当替死鬼，而今为何又要用你的命去换他一条生路？严大人，你亦有妻女，当真要如此苦苦追问吗？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傅云熙，眼下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跟本官说句实话，此案究竟是不是你做的？严大人办案，一向一丝不苟，洞察就好。莫非你当真瞧不出这其中的蹊跷？一此一案，前言许久，难以破获，圣上早已不满。我追查多时，却始终拿不到半点实证，本就罪责难逃。如今又有这些伪证，意图将我夫妻二人给冤死，我无力缉拿真凶，却不能连累我的妻子也丢了性命。此案的蹊跷暂且不说，就凭你我同僚多年，我对你为人的了解，此等滔天大案，断不是你所为。云溪，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如今这笔钱财已经寻到，又有我这个罪人落网，此安排的漂亮，宫中圣上也一定满意。如今就用我这条命，换大人立功圣贤，还望大人念在多年情谊份上，保我家人平安，可好？好，本官答应你。大人，庄寒燕来了。快传。是。见过严大人，民妇。傅少夫人，请勿多礼。烦请先印下实质指印，再谈他事。
大人，这借据上的指印与庄寒燕指印确不相符。此案确是傅云熙一人所为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严大人，傅云熙傅云熙已担下全部罪责，以目前本官手中所掌握的证据，确实无法证明你与此案有确切关联。你暂且回去，日后若是再有三法司追查，你只需一口咬定全然不知即可。严大人，此案与我确有干系，我亦知晓内情。傅云熙是无辜的，你让我和他见上一面可好？他如今死意已决，就算你去，也不会见你。不可能，他绝不是轻易寻死之人。况且家中尚有寡母幼女，他怎么可能甘心就此赴死？就算他甘愿赴死，又为何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？此案牵扯重大，你能脱身，已是万幸了。你切莫再纠缠了，傅少夫人请回。大人，傅云熙气息微弱，又昏死过去了。传大夫。是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少夫人，切勿鲁莽，我们送您回去，再想办法。严大人，傅云熙并非裴党义子，而是潜入裴党为奸。前任大理寺卿名唤温明昌，傅云熙是受其之命潜入裴党为奸。这些年来，傅云熙确实深涉裴党，但却是为了将这帮奸佞阉党一网打尽。你口中所言，可有证据？我没有证据，傅云熙也没有证据，但我还是想求严大人将此事禀告圣上，求圣上明断黑白，为傅云熙求得一条生路。你不可因救夫心切而情急乱语啊！韩燕绝无半句虚言。不可，你空口无凭，贸然闹到宫中，风险甚大。傅云熙也定知其中利害，否则早会将此事告知于我。若有任何罪责，韩燕愿一人承担。求严大人，让我与傅云熙见上一面。送傅少夫人回家。严大人，严大人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云溪，寒夜，寒夜，云溪呢？云溪怎么没回来？她还在大理寺是不是？你们两个不是去近郊春游了吗？这怎么出去一趟，她竟然成了那个裴公公的义子了？母亲，祖母说你去接爹爹回家，爹爹怎会与你一同回来？阿志乖，爹爹去办差，公差办完自会回来。寒夜，是不是云溪她还活着，对不对？母亲，寒夜无能。云溪，他受困大牢，一心求死，不愿见我。老夫人，寒夜，少夫人，都是二姨不好，二姨无能。我以前总是刁难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磕头。二姨，你我给你赔不是啊！起来说，你救救云溪啊！二姨，哎呀，我知道你比我有能耐，你认识许多贵夫人小姐，你总有办法能把云溪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
我们府中上上下下全都指望你了呀，少夫人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把玉溪救出来，我走，我回老家，我绝对不碍你眼。二姨，我求求你了，二姨。傅云熙他是我夫君，我自会想尽一切法子救他回来。等着，母亲，二姨，阿芷，我庄寒烟在此发誓，我一定将傅玉玺带回来。寒烟，夫人，夫人，去哪儿？先去邓府。开门呐！有没有人？我是庄寒烟，开门！邓大人，邓大人！李大人，李大人，让开！夫人，齐王府到了。少夫人，这齐王府还是别去了。民妇庄寒燕拜见王妃。听闻三妹妹也懂茶道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能否劳烦你为我泡上一壶呢？姐姐客气，寒燕自然不敢推辞。你不会以为我对傅云熙还念有旧情吧？我只求二姐姐能帮忙通报一声，让妹妹能面见齐王殿下。见了王爷之后呢？我只想化解往日误会，不求出手相救，哪怕能打通大理寺关系，让我与傅云熙见上一面。姐姐，请用茶。王妃，请用茶。我若不答应，玉山，你母亲险些被庄世阳害死，我和傅云熙救了她。什么？放心，我们已将她妥善安置。庄世阳他绝非善类，这些年来你们母女二人都被他欺骗得太深了。如今你母亲已幡然醒悟，难道你还要执迷不悔，做这陪党义子的傻女儿吗？庄寒燕，你别在这鬼话连篇，搬弄是非。我在庄家这么多年，父亲心性究竟如何，我比你更清楚。还有，如今没有人愿意帮你，你没了男人，
你什么都不是。索克，我并无你期望中的保家之能，或许你一开始便选错了人。寒烟姐姐。你们怎么？寒烟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们是来帮你的。妹妹对我有恩，可父命难违，这才晚来一步。你千万别怪罪。以我虽然交情不深，你就当我是来凑热闹的。多谢。多谢。大理寺有人传出，傅云虚或是奉命入裴党为鉴，此事难道没有留下什么证据？时过境迁，证据难寻。但若是能让我与傅云熙见上一面，互通有无，或许能够得到更多证据。只可惜牢狱森严，严大人更是不许我踏入大理寺半步。我有一表兄，续罪因斗殴入狱。不如你以我的名义入狱探监，如此甚好。我再寻人去打点下狱卒，设法让你入狱之后能与傅云熙见上一面。此乃滔天大案，稍有不慎便遭牵扯。你们当真要帮我？齐王府亦是滔天权势，若非当日你拉我一把，只怕如今我早已寻死身故。如今你遇上难事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？自古只颂男子之间清风高逸，为何今日我李佳琦不能有古道热肠、芝兰之教？你的忙我还偏偏帮定了。我无能于笨，只能给各位姐妹烧香祈福了。寒烟在此，深谢各位姐妹。哎，姐姐，快请起。来者何人？内阁大学士姚之洞之女姚望舒，探监。放行。老实点。你只有半炷香的时间。有劳大人。好说好说。傅云熙，傅云熙，傅云熙，傅云熙。傅云熙，你既已认罪，为何还要对你动用重刑？这不该是你来的地方，快走吧。
我自会回去，我也会把你平安无虞的带回去。放心，我已设法在外斡旋，此前京中权贵士族如今都愿意倾力相助，你很快便能清白昭彰。你千万不能放弃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说谎时的样子。你不必再为我费心奔走了，照顾好自己，照看好父家。只要你们平安美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此事虽然万难，却并非全无希望。你也绝非轻易放弃求生之人。你究竟在怕什么？若你是怕拖累我，那你更是错了。我不要这种自作主张的为我好，母亲为我好，狠心斩断骨肉亲情17年。但他不知道，我宁愿陪他身陷庄府，也不想做个没有母亲的孩子。柴青为我好，便瞒着我替我顶罪入狱，可他不知道，看着他此生再也无法拿刀，比杀了我更加肝肠寸断。傅云熙，这样的痛苦，你难道还要让我再承受一次？庄寒夜，我是个卑鄙小人，不是的。你如此真情切意，坦诚相待，你果然还有事情瞒着我。我早已中毒，命不久矣。你一时想要找一个有手段、有主意的女子保家，一时又想要私吞左行场这笔巨额财产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中毒。那是5年前，玉琴中毒那日，桌上毒酒，我已饮下半盏。云溪，云溪，云溪啊，云溪，云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云溪？啊，云溪，你开开门啊！你把门开开。没事。那毒药配置复杂，难以破解，只能用珍稀药材吊着性命，不知还能再活多久。我因大理寺公务结仇太多，一旦身死，傅家满门必遭报复。正是因此，我决定要寻一位军事主母保家妻子。而你就在此时闯入了我的视线之中。你我相识那日，我心中便已笃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我自知时日无多，不敢动情，更不敢招惹你动情。但我还是低估了你。我越是克制，越是难以自制，一次次对你产生妄念。你偶尔回应的柔情，令我心生喜悦，也令我自责懊恼。或许早在初见那日，我以为自己是猎户之人，却早已被你俘虏。而后来的征婚、保家、结盟，都只是借口罢了。骗你，也是骗我自己。如今，就以我这将死之身，扛下所有罪责，便可皆大欢喜了。你放心，我和严大人已经谈妥了，圣上执意要追查义子，是为了那笔巨额财产。如今我扛下所有罪责，严大人便可保我，
家人不再受牵连。还有一事，早在我第一次去往儋州之时，就查找到一笔庄世阳尚未来得及周转的钱财，但数目已非常可观，就藏在新发暗阁之中，可保你下半辈子不再受苦。你不必再费心救我，带着这笔钱财和家中亲眷，远走他乡。傅云溪，我早知道你另有图谋，也早察觉你怀有隐情，却不知你竟如此狠毒。你骗我，嫁与一个将死之人。你骗我爱上一个将死之人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好，既然你已谋划周全，自愿赴死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我这就带着那些钱财、家具，从此远走他乡。风雪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烟，终究是我落入我为你设下的陷，真心藏于欺骗，两难之间，如何言说柔情与谎言？风雪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烟，终究是我落入我为你设下的陷，真心藏于欺骗，两难之间，如何言说柔情与谎言？长路漫漫，我愿化作你手中的剑，让我留下和你一起与命运争辩，最后一生相见，一生想念，你懂日长夜唯一的愿，我懂日天空唯一的眼。过去我确实害过你，可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想帮你，可是最终还是弄砸了。周姨娘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满，你可曾向往？男欢女爱，真心相依，我从来都不敢奢求，只想好好的活着罢了。傅云溪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，那时我也是如此回答。那如今呢？情爱之事，只有拥有过、感受过，才知它的可贵，也才能知道它的可怕之处。它会让你丧失理智，无法自控地想要更多。我本以为爱情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但如今回想过去种种，我对他的那些筹谋、试探，全是因为我早已动了真心。
你还想救他？我与母亲只有百日的缘分。等她离去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归家的每一天都这么珍贵。世事人心皆如此。失去之后，方知可贵；失去，方知后悔。但这一次，我不想再如此。我今日是说了一些气话，但我怎能弃他于不顾，眼睁睁看着他枉死大狱之中？那你接下来准备如何啊？如今想要救他，必须证明他入裴党是奉命为奸。虽无证据，但我作为如今世上唯一知晓内情之人，可以做他的证人。可是你是他的妻子，这般阵死，如何取信于大理寺？登闻谷就在宫外，只要敲响，便可入宫，灭圣陈情。你有几分把握？无论几分，这是如今唯一的路了。我必须把我力所能及之事，全都拼力一试，哪怕最后一败涂地，他还是要死。但至少，以后我有底气面对阿芷。至少日后午夜梦回，我不会追悔不安。你会觉得我傻吗？我倒是有几分的羡慕你，今生可以遇到可以这样让你铤而走险、不顾一切之人。少夫人，这位夫人是？这位温夫人去府上寻你，我便将她带来这里。我乃温明昌遗孀。您就是温夫人？正是。夫人，此前我曾去寻访温大人遗属踪迹，却得知温大人身故之后，全家便搬离旧居，无人知晓下落。傅云熙入裴党为监一事，您是否知晓什么内情？傅夫人进宫面圣，若拿上这个，或许能添3成把握。这是？听闻傅夫人救夫心切，闯入大理寺，声称傅云熙是受我家老爷温明昌之命入裴党为监。老臣听闻此事，倒解了一桩心事，这才赶来拜见。你且将此信拆开，一看便知。裴党为虐，党同伐异。裴爷或已察觉我有不臣之心，近来屡屡有人暗中跟踪，伺机谋害我性命。你能身兼裴党，谋取裴炎信赖，此举殊为不易。只盼来日急着扬清，整肃朝纲。我已将此件详情变成暗语，密藏于奏折之中，呈给圣上。若当真遭遇不测，你可据此奏折自证清白，保命立功。有刺客！皇帝，走！快快，走出去了！抓刺客！在书房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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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，怎么？宋熙，既有温大人密信，何不呈入宫中，请圣上定夺？这温大人已亡故，
万一遭人构陷，污蔑此信乃伪造笔记，会不会反倒落下欺君之罪？这信件并非关键，真正能救傅云熙的，其实是这个。不错，方才我如此欣喜，正是因为看到此处生机。这御前奏折向来存于宫中，看来还是得先呈报于圣上。我只怕贸然呈报于宫中，若这份奏折未能寻到，届时有口难辩，仍是欺君之罪。我曾听庄世阳提过，御前奏折都有抄录的副本，存于通政司之中。通政司？秦科状元何文慎不是分配到通政司了吗？是他。我记得上元登宴，他曾对你颇有几分青睐。此前求娶一事闹得十分难看，他若仍心中不忿，又得知此机密，只怕会先一步毁了那奏折副本。只要能打通关系，求他将你带入到通政司之中即可。那也得先想想，他是否愿意见我，听我一番恳求。我有办法。何公子曾在国子监求学，我祖父教过他几日，说不定他肯给几分薄面。何大人，这是国子监邓大人送来的信件。邓大人，庄寒燕，何公子，为何是你？何公子勿怪，是我斗胆假借邓祭酒之名约您会面。何公子，请用茶。你确实大胆，竟敢冒充朝廷命官。承蒙何公子青睐，此前亲赴庄府提亲，却遭遇一场不快，此事我心中亦久久不安。今日特设下薄宴，还请何公子恕罪。不必曲里拐弯。如今傅云熙身陷大牢，你难道想要我救他？何公子乃智者君子，韩言不敢隐瞒。今日为救夫君，却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我想入通政司，寻一奏折副本。什么？此事原委，韩言暂不便告知，但求何公子应允。你此前执意不肯嫁我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全怪韩言愚钝，有眼无珠。一别多日，如今重逢已是民妇见官，可不曾见你跪下磕头，称本官一声大人。若无他事，恕不奉陪。民妇状韩言，求何大人开恩。你倒果真是个痴情的女子。罢了，明日入夜你来通政司，我自会派人接见。多谢何大人。你要寻什么奏折副本？去年大理寺所上奏折，全都在这儿，书架上有年月标签，你慢慢找，小心火烛。多谢何大人。
西叔叔有虎豹，我真有贼人来闯。人呢？大人，冲！后院追！是。夫人，窃贼在此，给我抓住他！无耻小贼，胆敢夜闯通政司，偷盗朝廷奏章，拿下！住手！我乃国子监祭酒邓大人的孙女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我乃内阁大学士姚大人之女，谁是无耻小贼？我乃当朝右相李大人之女，你们还不退下？你们胆敢包庇窃贼，就不怕三法司问罪？大理寺司职在此，我倒要先问问你的罪：何大人私放窃贼入通政司机要之中，又贼喊捉贼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杀！保护好他们，寒烟，寒烟，各位姐妹，你无需担心我们，赶紧走。姐姐，放心，你赶紧走，走啊，快走，走。你们一定要护住他。小路，给我追！是，走。你是我坐这处。打扰了。哎，别走。来，读这里。这里。方才有个鬼祟女子行至此处，突然没了踪影，你们可有瞧见？方才确实有人经过。不过，好像往北边去了。你做什么？诉状。我是宋师，代写诉状，专为穷苦百姓上公堂求公道。你们作为官差侍卫，该不会不知道这是私闯民宅，按律法，应当上公堂挨板子吧？让开！官府追捕要犯，你敢阻拦？我也曾在官府任职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是哪个衙门的官差？天子脚下，也敢如此蛮横欺人，无理扰民！
往北边找，肯定就在这附近。没事了。二位大恩大德，小女无以言报。云溪为鉴。多谢，多谢。你可是有什么冤情？他们为何追你？我家人被困大狱，我要拿着证据入宫，为他翻案。出了这条巷子，一直往东边走，那有登文谷。只要敲响登文谷，便没人再敢为难你。若这世道不公，便更要为自己争出一条路来。多谢两位侠义之举。快去吧。站住！他要敲登文谷！快走！快走！禀告何大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通政司右通政何文慎，虽为荆轲明经，却滥用职权，官报私仇，以官挟势，行暗示欺心之举，实在不堪重用，即刻发配应天府。钦此。年父庄寒燕，求见圣上。
你终于醒了。是你救了我。不只是我，还有温大人、温夫人、邓婵、李佳琦、姚望舒、沐风、沐言，甚至周如茵也出了些力。你看这个，这密信是温夫人送来的。温大人身故之日留下此信，却并未告知家眷此信该送往何处。前日我为了救你，在大理寺当众说出你潜入裴党违建一事，温夫人才终于明白，这信是写给你的。对了，你看这个。你入宫了？这奏折只是副本，圣上从宫中取出正本比对，这才信了你是无辜的。为了拿到这副本奏折，险些遭了何文慎的陷害，但他也自是恶果，如今被分配到了应天府做了闲职。不过圣上也传出了口谕，待你苏醒之后，要你进宫细细查问裴党一案内情。我本是将死之人，你何苦为我如此以身犯险？你曾为我冒险，从大狱之中救出柴静，如今我也救你一回，便算扯平了。至于其他的账，日后再与你慢慢算。只怕我已无多少时日，再等你来慢慢算了。如今圣上已知晓我并非真的义子，那庄世阳，庄世阳一事，我并未告知圣上。为何？当年毒酒既是他的手笔，那你的性命便系于他手。若他肯交出毒药配方，或许可依此寻求解毒之法。我中毒已久，即便拿到解药，只怕也是时日无多。况且如此大好机会，若我进宫将一切和盘托出，那庄世阳一定再无翻身之日。你背负着一桩桩血海深仇。傅云熙，我如今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和你的这场交易。你们傅家这些老弱病小，我日后都不想再管。你若当真想要护他们周全，那便好好活着，否则你一旦身死，我即刻带着那笔钱财改嫁他人。反正我有和离书在手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少夫人，老爷又登门来访，询问家主病情。庄世阳，姑爷大难不死，既然天下必有后福啊！不必废话，有事便说。韩燕，你可曾将为父之计转告姑爷？你自说便是。姑爷，你我二人不必再有欺瞒了。几年前，我并不知你暗入裴党违建一事，只当你是大理寺少卿。那时候，我替裴长尹打理财产，意欲将一批财物从京城运往儋州商会，不料车马半途当中遭你查获。你若是将此案寻常办理也罢，偏偏你聪慧绝顶，耳通目达，不知从何找出蛛丝马迹，竟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你怕东窗事发查到你的头上，便对我暗中下毒。可怜了我的雨亲，初为人母，便香消玉殒。只怕你更可惜的是，当初没能将傅云熙毒死，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这一番番祸事。姑爷，你如今身子如何？可有大碍？
你觉得呢？若是当初中毒不深，而今看来也并非全无生路啊。直说吧，你想要我如何？姑爷宽心，我已替你想好说辞。你进宫面圣之事告知圣上，你既是细作，又是义子。的确，裴长因财物也由你代为打理，不过那是迫不得已，将计就计。而后做行长覆灭，你意欲将赃款财物悉数交出，但又怕贸然行事危及生命，于是暗中寻找两全之策，直至东窗事发。如此解释，合情合理啊！怕是圣上还要嘉奖于你呢，你看可好？庄大人想的倒是周全。事关生死，需万分谨慎。此乃欺君之罪，若我当真如此，便是将你我二人之性命绑在一条绳上。如此可保全你性命啊！若我答应你，你何时将解药给我？事成之后，自当奉上。你先回去吧，明日我自会给你答复。韩言，关乎云溪生死，劝他切莫冲动。切莫冲动。庄寒燕来过，他要求见王爷，请王爷去救傅云熙。我想王爷知道此事肯定要生气，我就将他赶了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揣测本王的心意？如此大好的机会，全被你给毁了！真请你替王爷教训了他。你蠢货！他有求于我，我才好跟他谈条件，逼他嫁入王府。谁要你教训他？王爷，你说什么？你怕什么？又不是要休了你。大不了让你们姐妹二人一同服侍本王，不分大小尊卑，岂不是美事？王爷可是戏呀？自然不是。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本王看上哪个女人，还要向你请示不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连你也喜欢他？绝对不行！除了他，谁都可以。月儿，你又不乖了。你可想好了？你可曾想过，若我按他所言，进宫面圣，将所有的罪责替他担下来，待来日他送来的解药，是否还会是一碗毒药？我自知此人心性，绝不可轻易信任。若他肯交出毒药配方，你我自行配制解药便好。只怕，即便服下解药，也只是续命几年，最终还是死路一条。那也有一线生机。你当真不愿意试上一试？再给我一些时间，容我再好好想想，是否还有万全之策。
那你以速行一事，暂时不要对外传讲，容我们都好好想想对策，否则圣上定然即刻召你入宫。韩嫣，谢谢你。你若真想谢我，那便好好活着。老爷，您叫小的。傅云熙若要进宫，必先呈报通政司。你派几个人看住傅家前后大门。另外，通政司门前也瞧着点，但凡有与傅云熙沾边之人进出，即刻回来通报于我。是，老爷。这金蝶顶簪戴在你头上，终归是少了些韵味。可惜你那三妹妹不识抬举。你不如将她绑来，给她下副迷药，强占了她的身子。你愿意帮我？我还没有如此下贱。本王擒不住庄寒燕，莫非还治不了你了？野马若得伯乐，都能忠于一人，我已忍辱半点爱妻，你却仍然朝三暮四，你们这帮人连禽兽都不如！我打死你！戒烟！我打死你！大人，您找我过来。明日一早将这密函送到通政司胡参议手中，他自会转呈御前。此事暂且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大人，难道你还是要呈报庄世阳的罪行？世间毒物，并非皆有药可解。庄世阳所言虚虚实实。我不知究竟该信他几分，如今我只想趁此机会，彻底铲除这个祸患。大人，用你自己的命换庄世阳这条狗命，不值。不，我是用我所剩无几的时间，去冒一次险，为傅家，为寒燕铺好最后一段路。此番也算是大功一件，也能为他们在这权贵遍地的京城谋得一席之地，换来更多的倚仗，也算是应了求娶寒燕之日向他许下的诺言。大人，放心，我心中有数，并非一意孤行，自寻死路。
那您要如何冒险？难道不和少夫人商量一二？若告诉他，他定然不准。若最终能成，只要向他报喜即可。若是最终没成呢？差不多了，倒进碗里吧。是。母亲，阿芝，阿芝，你怎么不去吃早膳呢？母亲，祖母带着二姨母去郊外玩去了，他们都不肯带我一起头去。他们不是去玩，前些日子是清明，家中事多，没能去扫墓祭祖，他们是去祭奠先人了。那母亲有没有先人要祭奠？带阿芝一起去嘛。夫子今日休克，还叫我们明日做一首太妾诗词给他。弟弟又在家中休养，不能下床，只有母亲能带阿芝去了，好不好嘛？少夫人若想去的话，便去吧。一来一回，也不过半日，也好。阿芝，母亲先忙，你等母亲一下好不好？你看好傅云熙，有任何不对，即刻派人来传报。是。家主，庄老爷又来了。请。是。关门。姑爷，可考虑清楚了？清楚了。我不要解药，我要你的命。姑爷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阿芝着想。阿芝没了生，难道还要让她没了生父？于心何忍呢？这话倒有意思。我于心何忍？那你呢？我潜入裴党虽是违建，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不少恶事。我敢认，你敢吗？姑爷，明察，我何时做过什么恶事啊？我虽被逼入了裴党，被迫替裴长义清洗赃款，但我也是心系贫苦百姓的。是我想出了那万全之策，将所有钱财借予各地流民、灾民、难民，让他们埋地耕种，不至于活活饿死自取，救了多少人性命，我功德无量啊！是吗？那为何庄大人几次登门劝说，此等大好事，定要呈报圣上，宣扬京中啊？这才不枉了庄大人这番好意。庄大人不必害怕，这黄泉路上，我自会找一人与你相伴。姑爷何意？齐王已为祸京中多年，又频频对我傅家不利，此前苗贵妃一事，也是你们二人一手炮制。如今我自会顺便在圣上面前将此事和盘托出。误会，我
我何曾和齐王殿下勾结？齐王殿下你也敢招惹，当真不要性命了！又不是第一次招惹，怕什么？我还要沐浴更衣，不能耽误了进宫时辰。庄大人，请回吧。少夫人乘马车而去，你骑快马一定能追上她。事关家主生死，一刻都不能耽搁。是，明白。小姐，说，快带我去找爹爹！老爷他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，那我等他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见过我，好吗？是。王爷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倒自己来了。王妃去哪儿了？王妃，玉然不在王府啊！你装什么？王妃从王府逃出去了，除了去庄府，还能去哪儿？你难道没见过她？我真没见过她，我一早出门并未见过王妃。那你来干什么？特来向王爷禀报，峨眉山的春茶已经备好，人多而杂。王爷，大事不好！傅云熙醒了，今日要进宫告御状，与本王何干？王爷有所不知啊，苗贵妃一事，这傅云熙和我那不争气的三女儿觉察到了蛛丝马迹，一口咬定是王爷你背后作乱，还联合青天剑蒙蔽圣上，这可是重罪要杀头的。今日傅云熙要进宫面圣回禀裴堂一案，他亲口说他要一并将此事夺出，我几经劝阻，他一意孤行，还是非要加害王爷。王爷快来不及了，快些定夺呀，王爷！此事办得隐秘，他有何证据？臣不知，但眼见他胸有成竹，势在必得，您不能冒险。看来是他此前落难，我又想逼庄寒燕嫁入王府，这才恨毒了我，要跟我斗个死活。他何时入宫？只是今日，估计很快。无妨，只要在他入宫之前将他截杀，他便是有通天的本事，只能托梦告御状了。王爷，万万不能有半点差池，只怕你这三女儿，我也是不能留了。岳丈放心，只要你把王妃还回来，
自有人给你养老送终。老爷，老爷回来了。这大白天的，缘何关门呢？老爷，二小姐回来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在书房呢，已经等您许久了。雨山，爹爹，爹爹，雨山，为何这等模样？王爷呢？爹爹，雨山，爹爹错了，爹爹不该让你去当那个齐王妃，是爹爹没本事，让我的闺女儿受尽这样屈辱折磨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回齐王府。爹爹，你给我准备一些盘缠，快些送我出京吧。你一个孤身女子，若出了京城，如何存活呀？爹爹不必担心，天下之大，岂会没有我容身之处？我策马扬鞭，云游四海也好，寻一安身之处，自食其力也罢，都比日日受人折磨快活。好，你回房收拾细软，我即刻派人送你出城。可是我走了，齐王来要人，爹爹该如何应对？傻女儿，我就一口咬定没见过你，他能奈我何？不要怕，不用担心我，你血孔图院，收拾行李，快走！啊，爹，走！还是你对我最好。走。你们是谁？王妃殿下，王爷命我们接您回府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爹爹，救我！狗追！爹爹，齐王府派人来了，你赶快叫人把他们赶出去！爹爹，你怎么了？雨山，好女儿，乖女儿，你再求爹爹一次可好？爹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王爷已经向我作保，走，再也不会打你。这次回去，你只有荣辱和尊享，不会再受任何折辱。咱们庄家如今唯一的倚仗，只有齐王了，就当爹爹求你了。爹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忘了吗？我不是都给你看了吗？你再看看我被他虐打的这些伤痕，你再看看，这是鞭子抽的，这个是他用拳头打的，这是他烫的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爹爹，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太疼我了吗？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，是爹爹对不起你，是咱们庄家对不起你。不是的，爹爹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还记得吗？6岁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就算我要天上的星星，你也会摘给我。还有9岁那年，你说要是有任何人欺负我，你就会跟他拼命。12岁那年，你跟我说，我虽然是个女儿，但也一样是你心头最疼的那个人。我母亲逼我嫁入齐王府的时候，你一直为我着想。你说你怕我嫁过去会受到伤害，为什么都变了？
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对不对？爹爹，你告诉我，我是雨珊，我是你最心疼的女儿，我是雨珊，我是雨珊，爹爹，我是雨珊啊！放开我，爹爹！希文走了，如音走了，尉迟走了，2个女儿都嫁了。如今，这偌大的一个家，就剩下咱们孤儿寡母2个人了。清静些也好。人定不忘，日子也冷清，还是再娶一房为好。你有中意的人了？母亲觉得呢？我都老糊涂了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你拿主意就好啊。那我再看看，有没有合适的，来日再请母亲过目。哎，行，都行。别再祸害人了，造孽呀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这么些年，本王从未亏待过你们。今日，便是你们效忠的时候了。属下遵命。切记，不留活口。是。母亲，如今我与傅云熙也有机会将庄师阳彻底扳倒，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只是女儿迟迟未决，若为身故之人报仇，却要放弃另外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即便他并非傅云熙，而是一个陌生之人，女儿是否也不该如此自私行事？母亲，阿芝也祭奠仙人啦。那我替他们谢谢阿芝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叔皇让我来禀告少夫人，家主要进宫面圣。他何时进宫？这个小的倒不知道，但是淑红姐姐说了，让您速回府。母亲，爹爹怎么了？快回府。是。走吧。家主，你做什么？少夫人离家之前，特地吩咐过奴婢，让奴婢看好家主，不能让你私自出府。他果真事事周全谨慎。
奴婢已快马加鞭，派人请少夫人回来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那我更要早些走了，把他拉开。家主，你放开！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放开！月儿，这帮下人属实粗鲁，怎能如此对待我的月儿？月儿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你可愿意为本王再捧一杯茶？今日是傅云熙的死期。哦，还有钟寒燕。本王已经派人去京郊截杀他。我的月儿再也不必吃你三妹妹的醋了，你可开心？解开绳子，妾身为王爷烹茶。这就对了。解开绳子。春茶、古树茶，本王今日想喝一壶上等的张克古树茶。太医，太医，来人呐！来人！太医！我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不听话，我让你不听话！阿草，住手！住手！让你不听话！我让你住手！我让你不听话！阿草，阿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王妃在这儿，抓住他！